说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《三国演义》开篇这简单的12个字，藏着多少朝代的风起浪涌、波谲云诡。鲁迅呢也有一句诗，叫做城头变幻大王旗。甭管是英雄还是狗熊，历史的车轮一直都在毫不留情地倾轧而过。而不管是罗贯中还是鲁迅先生，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历史发展的一个动态规律，那就是大一统与分裂之间相互转化。而纵观华夏数千年文明史，文明的进步往往都是建立在大一统，也就是和的基础之上。作为大一统王朝的典型代表，汉、唐、明、清在开疆扩土的同时，都能承平数百年之久，开丝绸之路，举海外贸易，除匈奴，兴科举，文明远播，工业昭著。在一众长治久安的大一统王朝之中，偏偏就出了一个不服历史管教的反例——大元。赫赫扬扬的大元帝国在开国之初疆域辽阔，军威鼎盛，统御四方。就连取代大元的明王朝，在修撰元史的时候也是不吝赞美之词，赞誉大元帝国是东进辽左，西击流沙，北遇阴山，南越海表，汉唐极盛之时不及也。说汉唐在最鼎盛时期，它的疆域也是比不上人家大元的。那么问题来了哈，这样一个风光无两的庞然大国，为什么只经营了不到100年的时间就轰然倒塌了呢？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。其实早在大元帝国对全世界露出獠牙的时候，这个危机的伏笔就已经悄然埋下。各位视频前的观众朋友啊，不妨先来畅想一下，如果您是一位英勇的古代少数民族首领，率领着部下以少胜多，从大草原搬家到中原，面对战败民族，人数众多，文化氛围完全不同，是选择嗤之以鼻，还是积极加入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标准答案：北魏王朝，一个善于学习与改革的好榜样。孝文帝拓跋宏毅然推进了胡汉文化融合，将都城从闭塞的平城南迁至中原的洛阳。太子元巡鲜卑贵族穆泰因循守旧，那么拓跋宏毫不留情，直接将2人处死。这股狠劲儿彻底震慑住了保守的大臣们，汉化改革得以大力向前推进。反观大清帝国也是如此，入关以后，这个满清权贵想方设法要巩固统治，入主中原，汉化成了一条基本国策。就连大清的皇帝从顺治开始，从小就要同时学习满文和汉文。有趣的是啊，在满人的统治集团里，汉文竟然后来居上，将满文给取代了。到了清末，八旗子弟们懂满语满文的人已经是寥寥无几。2009年，这个满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极度濒危灭绝的语言行列。现如今啊，满族人当中通满语者更是少之又少。清廷的汉化改革究竟有多彻底？我们从当时的科举考试也能感知一二。清朝的科举啊，从乡试、会试到殿试，通通以儒家经典为考核标准，从45经中选题。除此以外，这个清廷啊还会在全社会的层面设立各级各类的官学和书院，这些全部以学习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，学会文武艺，破卖帝王家，培养人才的同时，更大的目的还是牢牢拿捏汉人江山永固。那么也正是这些教育和考试措施培养了各民族高度一致的文化认同，又慢慢促成了各民族对清王朝的认同。在选官制度上啊，这个清廷更是任人唯贤，只要有能力，满人、汉人都有机会受到重用。这种一视同仁的做法，极大的缓和了民族矛盾。种种因素最终呢，带来了清廷统治地位的巩固。从清朝的这个例子不难看出，少数民族政权
想要赢得民心，真正入主中原，仅仅依靠着快马弯刀是玩不转的。汉化改革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难关。说放下胜利者的身段，去谦虚的学习汉文化，守正创新。这种谦虚的根本，并不是因为热爱，它的根本来源于政治目的。要融入，就必须要做出取舍。咱们再说回大元，他的开国皇帝忽必烈，打小受汉文化熏陶，以汉法治汉地的思想就这样得以萌芽。登基称帝以后忽必烈不再称呼自己为大汗，而是仿效汉人的称呼，以皇帝自居。对于政府机构的设置，也是参考汉族政权在中央层面设立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3大机构，做到既有蒙古特色，又适合汉族社会。尤其是忽必烈继承汗位前后的一段时间，从中央到地方大量任用汉人，蒙古人和色目人反而受到压制。然而随着一次叛乱的发生，这种情况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。发动这场叛乱的人叫李坦，他的老丈人就是当时在中央掌握实权的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。李坦在外起兵反蒙，王文统呢在中央做内应。那么李坦王文统事件平息之后，忽必烈逐渐调整用人策略，从最开始重用汉人，开始渐渐排挤汉人。各级机构这个主官一律用蒙古人，副手以色目人为主，而汉人呢则只能担任更低一级的官职。忽必烈去世以后，元成帝铁木儿继位，他也在蒙古统治集团积极推荐汉文化，以争取汉臣的支持。遗憾的是呢，他们的汉化改革就好像昙花一现，很快就烟消云散。从铁木儿开始的后继的几位皇帝全都汉化程度不高，对汉化改革也是左右摇摆不定，有时候呢尊孔崇儒，有时候中断科举考试。由于大多数蒙古贵族他们的反对和皇位的更迭，整个大元时期这个汉化改革的进程时断时续，难以像北魏或者大清那样干脆彻底。内行的事情要有内行人来做。作为游牧民族起家的大元帝国呢，定鼎中原，治理天下，打天下他们是在行，但是治天下还是需要有才能的汉人来辅佐来依靠。在当时的社会推行儒学，宣导儒家思想，或许是凝聚王朝上下这个人心最好的措施之一。可惜仅有忽必烈等少数统治者能够意识到这一点，其余大多数的元朝帝王得过且过，白白错失了大好机会。以至于后来朱元璋在北伐中原的时候呢，打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，北方人民纷纷响应，大军席卷而下，元顺帝从大都出逃，蒙古人对中原的统治也最终到此为止。在战国时期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荀子，曾用水与船的辩证关系来诠释军民关系，说君者舟也，民者水也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唐太宗将这话用作口头禅，时常来警醒自己。千百年来，这句话也一直被老生常谈。汉唐两朝都是深得百姓认同的典例。汉朝的时候有张骞班超出使西域，与各个国家建交的时候，这个大汉国威就是一块金字招牌。西游记中，唐僧师徒代表大唐取经，途中各个国王尊称圣僧，高阶远送，这些呢也都是比较正向的示范。有了对比，不难想象逆水行舟的反例大元王朝。前面我们讲少数民族融入中原要做好汉化，汉化一定程度上就是巩固王朝的基础，是老百姓安身立命出人头地的希望。通俗一点讲，就是给老百姓读书做官的盼头。作为反例的大元不仅汉化不彻底，还用4等人制在各族之间竖起铜墙铁壁，彻底堵死了老百姓家国认同感的上升。那么什么是4等人制？简单的说就是元朝统治者根据民族状况
和被征服的顺序，将全国人口分为4个等级。蒙古人作为统治民族，在其中处于第1位，剩下的依次分为色目人、汉人、南人。根据清末史家图记提出的划分方法，这4个群体中，第1等的蒙古人就是元朝的国族，被蒙古统治者称为自家骨肉。第2等的色目人多由西域人构成，部分契丹人也被划入了色目人的类目。第3等是汉人，又称汉儿，泛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、女真等族，还有较早被蒙古征服的云南人，以及最晚被蒙古征服的四川汉族。第4等的南人是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各族，他们又被称为蛮子、囊家傣、新妇人，主要居住在原南宋境内江浙、江西、湖广和河南南部的人们。汉人、南人绝大部分都是原先宋朝的汉人。在元帝国的统治理念当中呢，这个等级不同，相对应的公民待遇也有所区别，从科举、任职、刑律各个方面加以限制。那么4等人制，它的首要目的啊，自然是要加强自身的统治地位以及民族特权。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后，渐渐感觉到了汉人的数量庞大，文化迥异。为了强调自身文化统治的合法性以及优越性，必须另辟蹊径，反客为主。那么驻兵、缴械、礼甲、戒严，除了这些层层设防以外，又用4等人制作为保险，或者说是高压网。这里边驻兵啊比较好理解，主要是武力布局，以嫡系蒙古军队控制全国军事要害。缴械是强迫百姓交出可以用作杀伤的武器，并且明令禁止汉人、南人掌握公事兵杖和练习武艺，不遵从的将会面临极为严厉的刑罚，甚至可以被诛杀。这里的礼甲制啊，主要是民户20家为1甲，每甲派一个蒙古人做甲主，享有充分权利。这个甲主可以随时侦查获知甲民的活动，支配甲民行为，不用任何理由，随时可以到户巡查。家中的财物人口可以任意支配，指东不能往西，要一只鸭子你不能给只鸡，但有不从者，轻则责打，重则灭门。这里边戒严的条例包含在礼甲之内，晚上到点了禁止出门，点灯。我们可以想象啊，这个4等人制配合着上面这些举措，给老百姓们罩下了一张等级森严的高压大网。咱们再来看看元朝的这个刑律制度。根据元典章的记载，如果一个人犯了盗窃罪啊，初犯刺左臂，在左边的胳膊上给你刻上天青色等烟语；再犯刺右臂，还不长记性，那就在右边再给标记一下，而我在等你。3犯刺项，说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管不住自己左右手，那就只能在脖子上或者脸上写下整首青花词了。意不意外？惊不惊喜？但是这项福利仅限汉人、南人，蒙古人一律不在刺字的范围之内。色目人犯了偷盗罪，可以免于刻字，只要是生活在蒙古人的统治范围之内的，就必须要无条件服从各种行为约束、等级政策。几十万的蒙古人统治着数以千万被征服的人民。蒙古皇室、贵族、僧侣、官僚、商人，这些人组成的统治集团，以及用来维持政权的大量军队，他们的吃穿用度的一切开销全部由汉人、南人负担。但是汉人、南人的生命财产只能是自求多福，随时可能会被责罚、被抢劫、被没收，甚至被逮捕、被诛杀，无处申冤，也不准申冤。其实最惨的是那些战争中在残暴屠城过后侥幸生存下来的人们。作为俘虏，蒙古人把这些人啊称为驱口，连奴隶都不是，只是一种活着的可以任意买卖的工具，子子孙孙都不能翻身。基本的人身安全尚且难以保证，更不用谈认可度和凝聚力。被这样一群穿着洋裘喝着乳酪的外族人统治着，汉人、南人自然不会心服口服。结果怎么样呢？
他们一有机会就会组织起来反抗报仇。常言道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这句话我们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。常言又道，民以食为天，老百姓只要有口饭吃，多数时候是不会造反作乱的。大元的覆灭正是倒在了一个让老百姓吃饭穿衣都没了着落的时期。从建立了大元帝国开始啊，元朝历代统治者一直纠结一个问题，就是这花花江山，我们是应该像前面几个朝代一样以农业为主去经营，还是将平坦的中原化作大型的草场继续放马牧羊。游牧民族的逻辑思维啊，反复困扰元廷历代皇帝，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左右摇摆，始终他们都没有能够想出一个所以然来。忽必烈时期啊，持续开疆扩土，以此积累更多的财富。可是不断打仗也让军费负担无限扩大，无形之中也就增加了财政困难。除了以战养战，王公贵族们要定期发放巨额的赏赐，僧侣们的宗教费用，宫廷内部的奢侈浪费，林林总总的花费用度，让国库长期严重的入不敷出。同时元朝的官员们，他们的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，自上而下搜刮油水，名目繁多。下属拜见上级要交拜见钱，逢年过节要给上司交节钱，打官司收公事钱，生日要生日钱，说什么事都没有，手一伸你也得给，这叫撒花钱。元世祖时期也设立过一个肃正联访司，简单理解，这是一个常设的反贪机构。搞笑的是，这个元朝的廉政公署发展到后来反而成了几乎公开收受贿赂的部门。官员们例行巡查会带上专门管钱的小吏，检钞称银，争多论少，大官吃小官，小官吃百姓，最后百姓只能选择吃土。当时的民间有诗句嘲讽这种乱象，说借贼一金并一骨，营官两股一生罗，筋骨看来都一样，官人与贼不争多。朱元璋后来推翻元朝，成了一个以反贪出名的皇帝，他发明了剥皮宣草的酷刑来惩戒贪官污吏，很难说和他对元廷黑暗腐败的痛恨无关。腐败和残暴掏空了大元王朝，而最终导致帝国垮台的开河变钞，可以称得上是从两个不同方向引爆了元末起义的导火索。民间广为流传的最太平的小令这样唱道，说堂堂大元奸佞当权，开河变钞祸根源，惹红金万千，官法烂刑法重黎民怨，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，贼做官官做贼，混咸鱼哀哉可怜。这里说的开河啊，是因为当时黄河发大水决了口，丞相脱脱想要通过开挖河道把黄河水勒回旧道，于是呢他就派了工部尚书程遵勘察灾情。程遵回来以后劝说脱脱让他放弃开河，原因是这个工程量太大开不得，而且南阳安丰盗贼成群，集合几十万民夫，万一被人煽动，那可就没法收拾了。可是脱脱偏偏不听，至正11年4月发动汴梁大明13路民夫共计15万，广州等地戍边军2万，计划开河280里，让黄河重回旧道。结果挖着挖着，在河道里边挖出了个一只眼的石人，背后2溜文字清晰可见，说莫道石人一只眼，挑动黄河天下泛。民夫们看见这石人全都目瞪口呆，一时间是人心骚动。这其实呢是有人提前安排好的。韩山童、刘福通就此起兵，一个是以白莲教主的身份号称自己是宋徽宗的8世孙，一个呢说自己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代。人们头裹红巾，歃血为盟，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自此开始。至于歌词里唱的变钞，字面意思啊是货币制度的变更，
印新的钱。范围缩小一些呢，就是指元朝末年发行的一种叫做制正交钞的纸币。那么为什么这款纸币成了祸根呢？历史上这个元朝爱印纸币是出了名的，疆域广大，他的商人们要四处行走买卖，这纸币呢比铜钱轻便，携带起来更有优势。说大元建立的初期啊，纸币发行是有固定额度的，可以随时兑现，购买力与信誉也都是极好的，不仅流通全国，还被马可波罗写进传记称赞。可是到了后来，他这个政府的财政能力啊跟不上，纸币的准备金被支用完毕以后，无法再兑现，国家需要钱，只能是马不停蹄的继续印钱，这个货币的价值就越来越低，对应的物价反而越来越高。那么到发行这个制正交钞的时候，钱已经不值钱了，一张钞票还赶不上同样的废纸，国家财政和国民经济已经崩溃，开河变钞，民不聊生，各地的红巾军纷纷起事，就这样揭开了元朝灭亡的序幕。前面说的三个原因啊，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外因，而在大元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的矛盾撕扯，如同不断扩散的病变细胞，从内到外吞噬了这个帝国的生命力。元朝的前身啊是蒙古帝国，成吉思汗时期呢，封疆裂土，把他的长子术赤封在了咸海、里海以北的清察草原。后来呢，由拔都在这里建立了清察汗国。次子察合台被成吉思汗封在了希尔河以北的西辽旧地，这里就成了察合台汗国。三子窝阔台被封在了乃蛮旧地，这里呢就是窝阔台汗国。蒙古本部啊被幼子拖雷获得，拖雷的儿子蒙哥后来成为了蒙古大汗，他派自己的弟弟序列乌西征西亚，后来呢建立了伊尔汗国，也叫伊利汗国。钦察汗国、察合台汗国、窝阔台汗国、伊尔汗国，这就是蒙古帝国时期分属于不同区域的四大汗国。蒙哥大汗死了以后，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夺汗位，四大汗国呢从这一时期开始就不再受蒙古大汗的管制，到忽必烈建立元朝灭宋统一中国，这个疆域啊大致是东北到外兴安岭、日本海，包括库页岛，西南包括今天的西藏、云南，西北到今天新疆东部，北部到西伯利亚，越过贝加尔湖。到了元武宗的时候啊，元朝和察合台汗国攻灭瓜分了窝阔台汗国，元朝疆域面积达到了1300万平方公里，这是不包括其他几个汗国的情况。实际上呢，自打成吉思汗死后，蒙古大汗的争夺就一直十分激烈。成吉思汗之后，分别有窝阔台、贵由、蒙哥成为大汗。为了至高无上的大汗宝座，兄弟之间剑拔弩张，阴谋猜测从未停息。蒙哥之后，忽必烈上台做了皇帝，大汗继承的规矩被破坏，这之后的大汗全部由实力派拥立，其中呢更是伴随着血雨腥风，父与子、兄与弟反目成仇，大打出手，宫廷里的暗杀，战场上的火并，无休无止。帝国的寿命短短97年的大元，换过11位皇帝，平均下来每个皇帝统治不到10年。元朝的帝系族谱啊，也是盘根错节。元世祖忽必烈雄才大略，坐拥万里江山，在历史上名震一时。然而他的子孙后辈在皇位的传承问题上，父子猜忌和兄弟纷争的戏码一个也没落下。受汉文化影响颇深的这个忽必烈啊，仿效前朝制度，将嫡长子真金册立为皇太子。后来呢，佞臣阿赫玛等人诬告真金，说他授意大臣上奏折，想让忽必烈早日禅位。忽必烈听了以后，顿时震怒，这个太子都敢把主意打到他老爹头上了。虽然事后查明了说这是阿赫玛等人的阴谋，但是真金太子却因此惊惧忧郁而亡。如何选择新的皇位继承人成了难题。真金太子呢有3个儿子，嫡长子干麻剌，次子达腊麻巴拉，三子叫做铁木儿。忽必烈呢专门为这个干麻剌设置了内史府，
似乎是有意要重点培养。但是真金太子妃阔阔真更喜欢小儿子铁木儿。至元30年，忽必烈命铁木儿去镇守哈拉和林。这个地儿呢，在今天蒙古国境内，是蒙古汗国的故都。在大臣玉溪帖木儿的一再请求下，忽必烈答应赐给铁木儿皇太子宝。这原本是真金的印玺，皇位继承人的象征。至元31年，忽必烈病逝。按照大元内斗的老传统，不出意外，宫廷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发生意外了。铁木儿有皇太子宝不错，可是按照汉文化，他大哥干巴剌是嫡长子，人家也想争皇位，并且受到一些王公贵族的支持，朝廷上下是暗流涌动，人心惶惶。在玉溪帖木儿的建议下呀，铁木儿迅速返回上都，取得母亲阔阔真等人的照应，用计迫使干巴剌退出皇位的争夺。经过一番勾心斗角以后，铁木儿如愿挤上皇帝宝座，这就是元朝第2个皇帝元成宗，而且仅仅是元朝频繁更换老板的开始。铁木儿后来册立独子德寿为皇太子，叫德寿，可是有德无寿。没几个月，这个皇太子就病逝了。铁木儿当了10来年皇帝，一病呜呼，没有指定的继承人。多方势力的开始下场斗智斗勇，最后是铁木儿的侄子达腊麻巴剌的儿子海山胜出，这就是元武宗。以上呢，只是几个从忽必烈到他的孙子辈的例子。抛开大蒙古国时期对汗位的争夺不说，元朝的皇位交接很少有和风细雨的平和局面，动不动就刀枪相向，以武力说话，谁的拳头硬，谁就能笑看风云，统御四方。即便是当了皇帝，还得警惕四方的暗箭，彼此算计，治国理政的精力自然也就会大打折扣。观察其他几个大一统王朝，我们会发现，除了开国帝王，几乎每隔几代都会出现一位雄才大略的中兴帝王。他们一个个呢是勤于朝政，励精图治，进一步推动国家的繁荣昌盛。反观大元朝，除了元世祖忽必烈和亡国之君元顺帝，其他几个元朝君主的知名度都很低，确实没有拿得出手的业绩和成就。一个帝国的领头羊，一代不如一代，互相的争权夺利，内斗不休，这个帝国的前途和命运也就可想而知。我们常说历史是一面清澈的镜子，能够照透因果。帝国内部腐朽不堪，经济发展裹足不前，百姓们生活是怨声载道。在农民起义、内部撕裂的多重因素作用之下，种种挣扎再也无力回天。元帝国这个中国史上疆域最为辽阔的大一统王朝，最终未能行稳致远，反而像一棵无根之树，转瞬间便倒在了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之中，留下风光无限的开局，惹得后人唏嘘不已。读历史知善恶，这里是烽火照东南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本期节目到此结束，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。